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深秋的夜晚，空气中透着丝丝凉意，街头的路灯微弱的闪烁，偶尔有几只夜虫的叫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。杨伟，一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，今天已经工作了10几个小时，手握着方向盘的感觉有些麻木，但他并不想停下来。生活的压力，即将到来的房租和家庭的期待让他感到沉重，但今天的任务并不复杂，只是一个简单的接送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然而，接到这个单子时，他的心里却莫名地泛起了波澜。这是一单凌晨的长途，目的地是屏东偏远的草坡2号大桥，并没有具体的地址，只是一个电话打来的预约。客户说是去那里。杨伟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，草坡2号大桥。他心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并不明朗，却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劲。多年来，草坡2号大桥一直是当地流传下来的禁忌之地。每当夜晚降临，总会有人提起关于那座桥的奇异故事。无论是传闻中的怪异事件，还是发生过的种种离奇事故，那座桥早已成了一个人们避而远之的恐怖地标。他想起曾经有个朋友说过，草坡2号大桥是个诅咒之地，你最好不要单独去。当时他只是一笑置之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可现在坐在车里的他，心中莫名升起一股不安的情绪，今晚得早点回来才行。杨伟自言自语道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回想着刚才接单时那位陌生客户的声音。那人声音低沉而沙哑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寒暄，简单直接地给了他目的地，没有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单，也没有任何感谢，像是早已料到他会答应。他摇了摇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启动了引擎，车灯划破了夜的黑暗，驶向了未知的目的地。车窗外，雨点突然砸了下来，像是天空也在为这个夜晚预示什么。路面湿滑，车轮发出吱吱的摩擦声。杨伟的目光不由得紧紧盯着前方的道路，街灯昏黄，路边的建筑和树木开始变得模糊不清，视野渐渐模糊，他的思绪也随之漂浮起来。也许只是个普通的夜晚，他对自己低声说道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巧合而已。然而，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无法抑制那股挥之不去的阴影感，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仿佛自己早已走进一个不该踏足的地方。车外的雨势逐渐增大，窗户上积起一层薄薄的雾气，车内的温度开始下降。杨伟用手指在车窗上擦了擦，试图清晰一点地看到前方的路。突然，他的目光定格在路边的一个模糊的身影上，一位站在路边的妇人，穿着黑色的长裙，站得笔直，像是等待什么。哎，这么晚了。杨伟有些疑惑，但还是没有停下车。可就在车经过那位妇人时，他的后视镜中却没有看到她的身影。他急忙回头看了一眼，心跳几乎停顿。那位妇人竟然就在一瞬间消失了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开什么玩笑？他低声骂了一句，心里暗自责怪自己想太多。车继续行驶，雨越下越大，杨伟的眼睛逐渐有些疲倦，但他不停地告诉自己，要尽快把这个单子完成，早点回家。夜晚的道路越来越寂静，偶尔有些闪电从远方劈开夜空，短暂地照亮了四周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，响起了一个陌生的来电。杨伟迟疑了一下，接起了电话。你到了吗？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刚才那位陌生客户的声音，低沉而沙哑，但此时语气中带着些许不耐烦。快了，马上就到了。杨伟努力让自己听起来镇定，内心却更为焦急。电话挂断后，他的目光不自觉地扫向车窗外。忽然，他看到前方的道路尽头，模糊的桥梁轮廓若隐若现。草坡2号大桥终于到了。然而，正当车缓缓驶进那座桥时，杨伟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。那座大桥似乎比他记忆中的更为阴森，桥下的河水漆黑如墨，周围一片死寂，连风似乎都停止了。他强迫自己看清前方，握紧方向盘，准备驶过这座桥。然而，就在车轮触及桥面的一刻，车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，
空气中的温度骤然下降，车灯突然闪烁了几下，随即熄灭。漆黑的车厢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沉默。那位乘客怎么还不说话？杨伟的心脏猛地一沉，回头一看，后座空无一人，他瞬间僵住了，所有的血液仿佛被冻结了。他猛地转过头，瞪大了眼睛，车窗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，映出了一个模糊的身影。站在车窗外，那是那位妇人，而那道身影正对着他微微一笑。车内的空气仿佛被凝固了，杨伟的心跳不再是正常的节奏，而是猛烈地撞击着胸膛。他猛地转过头，看向后座，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人坐在那里，只有一片空白。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仿佛从每个角落渗透进来，令他全身一阵冰凉。杨伟用力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。他低声自语道：没事，肯定是太累了，眼花了。他伸手去打开车窗，却发现车窗竟然动弹不得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锁住了。杨伟的手顿在半空，心中的不安愈发加剧。他再一次尝试，但是无论怎么用力，窗户就是没有反应。车内的空气愈加沉闷，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突然，车上的收音机发出了一阵杂音，像是远处雷暴中的电波干扰，然后迅速恢复了正常。杨伟不禁打了个冷战，他的目光紧紧盯着那闪烁的收音机指示灯，心里一阵紧张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低声咕哝，手指不自觉地抓住了方向盘，力道过大，几乎让手指变得麻木。车灯也开始时隐时现，每当它们恢复亮度时，前方的道路似乎变得更加模糊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阵低沉的低语声，声音从车后座传来，轻微却清晰，仿佛就在耳边响起。你会看到他？杨伟猛地回头，眼睛里充满了惊恐。那一刻，他的脑袋几乎炸裂开来。后座依旧空无一人，可是那个低语的声音，那是来自哪里？他分明听到了，不是自己的错觉。他咬紧牙关，强迫自己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绝对是神经错乱。他一边深吸气，一边试图让自己专注于眼前的路，试图忽略周围越来越沉重的气氛。车继续行驶，远处的桥头渐渐清晰，但却又无法让他放松。大桥的轮廓在浓雾中若隐若现，像是一张张腐朽的面孔浮现在黑暗的水面上。杨伟感觉到自己的脊背开始发凉，那股诡异的压迫感越来越强烈，仿佛大桥正在吸走他的灵魂。你一定看得见他。那个低语声再度响起，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命令感。他一瞬间打了个激灵，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放大。他用力回头，却依然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眼前一切都像是模糊的画面，每一秒钟都变得难以忍受。车的轮胎与路面摩擦发出的声音，突然间变得刺耳，像是在逼迫他赶快离开这片恐怖的地方。但他无法转身离开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牢牢地控制住了他。你看见他了吗？低语声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带着一种诡异的嗓音，像是从遥远的深渊里传来，令人心悸。杨伟终于忍不住，疯狂地猛踩刹车，车子顿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顿时停在了桥头。车内的温度降得更低，呼吸几乎被冻结在冰冷的空气中。他的手心已经全是汗水，身体微微颤抖，眼睛不敢再看后视镜。他急忙推开车门，打算冲出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。车门开了，寒风扑面而来，雨水打在脸上，剧烈的寒冷刺痛了他的皮肤。这时，车外的黑暗似乎更为压迫，桥下的水面如同一面镜子，映出周围的雾气和黑暗。就在杨伟伸出脚步的时候，他看到前方的桥面上依稀有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正站在桥中央。那身影高挑瘦弱，穿着一袭黑色的长裙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他还未喃喃自语，心中涌上不知名的恐惧。他强迫自己回头看一眼，车内空无一人，连那低语的声音也不见了。是谁？他哽咽着喊道，声音因恐惧而有些颤抖。身影没有任何反应，依然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似乎与周围的黑暗融为一体。杨伟感到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从那身影身上传来，仿佛他在呼唤他走向那片黑暗的深处。
一股冷风从桥下刮来，杨伟深吸了一口气，艰难地迈步向前，每一步，他的心跳都加快一分。他感到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漩涡，所有的理智都在这一刻崩塌。就在他快要接近那身影的时刻，突然间，他的脚下绊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低下头，他看到脚边的一串奇怪的车轮印，像是某种不久前才留下的痕迹。不对劲，这些车轮印太新了，没有人经过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痕迹？他抬起头，却发现那身影竟然离开了，消失在了桥头的雾霭之中，仅剩下他脚下的车轮印与令人无法释怀的阴冷气息。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某种无法解释的境地。杨伟的心跳几乎失去了节奏，站在桥上的他，双腿已经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，腐败的泥土气息，夹杂着一丝不知名的苦涩。那身影突然消失，让他错愕而愣住，仿佛一切都从未发生过，甚至连回荡在耳边的低语声也在这一刻彻底消失了。他环顾四周，周围一片死寂，除了风吹过的声音，什么也没有。桥下的河水黑漆漆的流淌，仿佛吞噬着一切，吞噬着他的理智和勇气。杨伟的眼睛不自觉地扫视四周，试图寻找任何可以解释这一切的线索。然而他的视线停留在了脚下那一串诡异的车轮印上，这些印痕深深地刻在桥面上，看起来像是刚刚留下的，但又带有一股不可言说的陌生感。它们在昏暗的桥面上若隐若现，仿佛带着某种诡异的节奏。难道是那些失踪的人留下的痕迹？杨伟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，这些车轮印不是普通的痕迹，它们像是刻意留下的标记，仿佛在提示着什么，又好像在邀请他走向未知的深渊。他感到脚下沉重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仿佛每踏出一步，都在慢慢被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拖拽。突然，耳边再次传来了低语声，那声音如同风中的幽灵，轻轻地飘荡在空中，接近耳畔。你看得见他，你逃不掉。杨伟猛地转头，四周依然空无一人，那个声音仿佛是从自己体内发出来的，带着无法抗拒的诱惑。他感到头脑一阵晕眩，仿佛不再是自己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操控，逐渐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这股沉重的感觉愈加压迫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，就连空气中的湿气都变得刺骨冰冷。快走快走，他在心里重复着，脚步不自觉地开始朝着桥头的尽头走去，每一步地面似乎都在吸引他向前，脚下的车轮印似乎正指引着他走向未知。就在他快要走到桥头时，突然间视线一片模糊，大桥的另一端，远处的雾霭中忽然浮现出一个身影，那个身影再次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，站立在桥的尽头，静静地凝视着他。他安慰喃喃低语，语气中充满了恐惧与疑惑。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，穿着黑色长裙，依旧毫无表情，仿佛早已等待在这里。杨伟感到自己的心脏骤然加速，眼前的景象逐渐模糊，四周的一切都开始变得不真实。他想逃跑，却发现脚步变得沉重，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牢牢束缚住。忽然，他听到了周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他猛地回头，眼睛瞪大，心脏几乎要从胸腔中跳出来。那不是他自己的脚步声，有人来了。他惊慌地自问，但脚下的车轮印依然在他眼前回荡，仿佛告诉他一切都已经注定。身影渐渐逼近，那女人站在桥的尽头，双眼空洞而深邃，仿佛穿越了时光的深渊，看透了一切。杨伟拼命想要转身离开，却发现自己完全动弹不得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他都能感觉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将自己拉向那个阴影般的身影。你想走吗？那个女人的声音仿佛从梦境中传来，沙哑而空灵。你逃不掉了。杨伟的头脑一片混乱，他的双腿似乎不受控制地迈开了步伐，朝着那个身影走去。周围的环境逐渐变得模糊，只有那深邃的黑色长裙和女人空洞的眼神越来越清晰，逐渐填满了他的整个视野。就在他离那个女人越来越近时，一股异样的冷风迎面扑来，杨伟感到自己的身体像是被冰冻住了，
无法再动弹分毫，仿佛时光冻结了一般。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眼前的景象变得越来越模糊，声音也越来越远。然而，那个女人依旧站在那里，静静地等待着他。突然，杨伟猛地从迷乱中清醒过来，眼前的一切骤然改变。他惊恐地发现，自己已经站在桥头的另一端，背后是空荡荡的桥面，四周的空气异常压抑，没有任何人影。他呢？杨伟猛地回头，心脏几乎跳出胸腔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冰冷的桥面和远处无尽的黑暗。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吞噬了，但脑海中依然清晰地回响着那个声音：你逃不掉，你永远不会离开。杨伟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理智，他的脑海里如同狂风暴雨般的想法迅速交织在一起。那个女人车轮印，那低语的声音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他感觉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无法逃脱的迷局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恐惧与不安。他猛地转身，背后依然没有任何人影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风在呼啸。远处的河水如同黑色的镜子，静静地流淌，仿佛映照着他失控的心情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杨伟不断低声喃喃自语，试图让自己清醒。可是每一次睁开眼，他看到的都是那深邃的黑暗，仿佛一切都在吞噬他的存在。脚下的车轮印仍然存在，像是某种无法抹去的痕迹，仿佛在提醒他，这一切早已注定。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向那条桥面，空气中的压迫感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你也会像他们一样，永远被这座桥困住。那声音再次回响在他耳边，带着冷漠与残忍，似乎知道他心中的每一个恐惧。杨伟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力量将自己压迫得无法动弹，他的四肢变得沉重，脑袋仿佛被什么东西束缚住，无法再思考。眼前的景象开始不断扭曲，大桥的两端似乎变得无尽延伸，仿佛永远无法到达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终于忍不住大声喊了出来，但回应他的只有回荡的回声。突然，远处的黑暗中隐约出现了一个身影，那身影渐渐逼近，带着一种无形的吸引力，仿佛他是这座桥的主宰，掌控着一切。你……杨伟张开嘴，却无法再发出声音。那个身影越来越近，他终于能够看清，那是一个穿着黑色长裙的女人，依旧是那张空洞的面孔，空白的眼睛如同漩涡般吸引着他的目光。他缓缓走近，每一步都带着诡异的节奏，仿佛在与他的一切命运紧紧相连。你没有逃脱的机会，女人低声说道，声音空灵而冰冷。杨伟强忍着恐惧，几乎是拼尽全力去回避他的目光，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再受自己控制，他的手脚像是被定住了一样，无法动弹，仿佛一切都在围绕着他旋转。他想大喊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无法发出，只能看着那个女人越来越近，逐渐变得清晰，变得无比真实。就在女人伸出手的瞬间，杨伟猛地清醒过来，眼前的景象猛然变了。那女人突然消失，周围的黑暗也瞬间褪去，桥头的尽头变得异常明亮。他呆愣了几秒，四周变得宁静而空旷，他的目光定格在了眼前的场景。那座大桥依旧伫立在这里，周围的一切都与刚才的恐怖场景完全不同。桥下的河水静静流淌，夜空清澈，风轻轻拂过，仿佛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但他知道，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。这是哪里？杨伟浑身发冷，他摇晃着脑袋，努力想要弄清楚自己身处的世界。他低下头，目光紧紧锁住了地面上的一串车轮印，那些深深的印痕仍然清晰可见，仿佛提醒着他，这并不是一场梦。他低声喃喃，我从未离开过这里。此刻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早已不再属于常规的现实。那个女人，那些低语声，所有的恐惧和不安，所有的失踪与谜团，都与这座桥紧密相连。他明白了，那些曾经失踪的人，他们并没有真正消失，而是成为了这座桥的一部分，成为了这座诅咒之桥无法逃脱的灵魂。杨伟试图转身离开，但脚下的步伐越来越沉重，仿佛有某种力量在把他拉回那片黑暗的深渊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低头看向自己的手，它们已经开始变得透明，渐渐消失。你永远逃不掉。那个女人的声音再次在他耳边响起，带着无尽的悲凉与冷漠。就在这一刻，杨伟意识到他再也无法离开了。他的身体慢慢融入了桥面上的黑暗，成为了那座桥的一部分，成为了桥上的车轮印，成为了无数灵魂中的一员，永远被困在这片无法逃脱的恐怖之地。杨伟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依旧站在那座桥上，周围的一切依然没有变化。桥下的黑色河水在月光下闪烁着阴冷的光泽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湿冷的气息，那股让人窒息的压迫感再次袭来，仿佛整个世界的重力都被这座桥吸引，无法逃脱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清醒，试图找回那个曾经掌控一切的自己。然而他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。他低下头，发现自己的双手开始变得透明，像是被某种力量吞噬，每一寸肌肤都在逐渐消散，像是与这座桥的每一块石砖融合在一起。杨伟的声音沙哑，几乎无法发出。他想要喊出自己的名字，想要确认自己还活着，但当他张开嘴时，只能发出无声的呼喊。你不会离开的。那个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悠悠地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带着一种无比清晰的冷漠。你已经成为了这座桥的一部分，永远不能逃脱。他用力睁大眼睛，试图看到更远的地方，但他的视线却开始变得模糊不清。那座桥，它似乎不仅仅是一块简单的石构建筑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吞噬空间，吞噬着所有的存在，无论是人还是时间还是记忆，在这里都显得微不足道，仿佛一切都被无声的蒸发，消失在这座桥的历史长河中。杨伟的脚步开始不自觉地跟随那股吸引力，他朝着桥面上的车轮印走去，那些曾经属于他，曾经属于那些失踪者的痕迹。每一步，他都感觉到自己离开了现实，离开了他曾经认识的世界，步入了一个陌生的时空，那里没有人类的概念，只有无尽的轮回与囚禁。他低头看着脚下的痕迹，那些车轮印从未消失，像是永远深深烙印在这座桥上，永远没有尽头。他们似乎是在向他诉说着什么，每一条印痕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无法逃脱的命运。他无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每个人最终都会来到这里，成为一部分，像这些车轮印一样，被永远铭刻。你会明白的。那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带着一种更加深沉的悲凉。每一个过路的人都会被这座桥吸引，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。杨伟闭上眼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不再挣扎，不再试图寻找出口。他明白了，他已经成为了这座桥的永恒一部分。也许这就是命运，也许这就是无法逃避的宿命。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，渐渐地融入了桥的结构中，成为了它的一部分。桥面上的车轮印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，最终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中。杨伟的名字也在这座桥的历史中永远消失，留下的只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痕迹和无尽的回响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时间的流逝似乎在草坡2号大桥上失去了意义。无论多少次黎明破晓，日落西山，这座桥依旧静静地屹立在那儿，横跨在黑暗的河流之上，仿佛一块无尽的屏障，挡住了所有试图穿越的生命。然而这座桥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存在，它像是一个吞噬的漩涡，永无止境地吸引着过路的人，无论是偶然的路人，还是那些曾经迷失的灵魂。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司机，新的乘客，甚至新的失踪者，他们的身影都会在桥的阴影下留下痕迹，成为那段故事的一部分。你会明白的。那女人的声音再次回荡在这座桥上，轻盈空洞，却充满了某种莫名的力量。她的身影渐渐从桥面上浮现，又消失在一片迷雾之中。她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存在，而是这座桥的守护者，或者说是这座桥的一部分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每当桥面上再次有人经过，他就会出现在那片黑暗中，等待新的灵魂，等待着将他们带入这场无法逃脱的轮回。每一个曾经被这座桥吸引的人，都曾试图挣扎过，
试图寻找一条出口，试图逃脱，但是最终他们都明白了，这座桥没有出口，它是一场无尽的循环，一场无法抗拒的命运游戏。桥上的车轮印仍然清晰可见，它们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，反而愈加深刻。每一个曾在这座桥上留下痕迹的人，都会成为这些印痕的一部分，永远无法摆脱。你会成为一部分。女人的声音再次低语，你是这座桥的一部分，这里没有尽头，也没有回头路。阳痿，或者说那个曾经的阳痿，已经融入了这座桥，融入了他的每一块石砖，每一条车轮印中。即使他的身体已经消失，他的存在却依旧在这座桥的历史里流转，像一颗不灭的星辰，永远漂浮在黑暗的河面上，无法熄灭。那些从前曾路过这里的人，他们的灵魂也不再消失，他们就像阳痿一样，成为了这座桥的一部分。他们的声音，他们的记忆，仍然在桥的每个角落回荡，仿佛是这座桥无法抹去的印记，永远在等待着新的灵魂来到这里。欢迎你，成为我们的一员。那女人的身影在远处再次浮现，淡淡的笑容出现在她空洞的脸上。阳痿，或者说那些已经成为这座桥一部分的人，再也无法回到他们曾经的生活，他们的存在已经被这座桥所定义，成为了它永恒的一部分。即使他们的肉体早已消失，他们的灵魂却在这座桥上留下了痕迹，成为了这座桥的一个永久记忆。每当新的灵魂走上这座桥，他们就会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，感受到那股无形的压迫感，看到那熟悉的身影，仿佛他们自己也曾在这里留下过痕迹，仿佛他们的灵魂也会在这里永远徘徊。你永远不会离开。那女人的声音依然清晰，依旧带着某种不容抗拒的悲凉。你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直到永远。这座桥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死局，它吸引着每一个路过的人，让他们成为它的一部分，永远无法挣脱。无论你多么努力的挣扎，终究还是无法逃脱这座桥的桎梏。每个曾经的过客都会成为它的一部分，成为那个无法跨越的阴影，成为这座诅咒之桥的永恒。